那个，人家带身份证了，咱们把证领了吧？你带身份证了？嗯。哎呀，我没带啊，那证明咱俩不是一路人。再也不见。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奖励车库10套已发放，另外获得额外新手礼包车技精通。我靠！我的要求你也都知道，结婚后房子必须写我的名字，车呢还要再买一辆。家务呢你以后也都要包了。哎，那你彩礼大概需要多少钱？彩礼啊，至少28万8。哎呀，你要的也太少了，这些哪能配得上你啊？最少也得88万8才合适嘛。少给老娘装逼！你一个穷摆摊的，哪来的88万8？真是浪费老娘的时间。选好养成系统绑定成功，完成任务即可获得惊喜奖励。石头养成系统新手任务打脸相亲对象，任务奖励丽景花苑小区车库10套，任务限时3小时。丽景花苑车库1套起步也要50万，10套那可是500万呢。唉，朋友让我去还车，我顺道来相个亲，现在拿来装个逼，打脸拜金女不过分吧？他竟然是个隐藏富豪。这个是你的车吗？难不成是你的？那个林健啊，其实我一眼就看出来你和别人不一样。哦，那个人家带身份证了，咱们把证领了吧？你带身份证了？嗯。哎呀，我没带啊，那证明咱俩不是一路人。再也不见。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奖励车库10套已发放，另外获得额外新手礼包车技精通。我靠，还有技能奖励啊！是我大学暗恋的校花陶可，她怎么在这儿？检测到此人对宿主好感度达到70%，现发布支线任务，在10分钟内送陶可到达目的地。没想到他竟然对我好感度到70%，难道说他也喜欢我？陶可啊，你是我林健？哎，对，哎，你怎么在这儿？是有什么急事吗？我着急去送文件，可是这里一时半会儿打不到车，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送你吧。哇塞，这是你的车啊？你谁啊？懂不懂先来后到啊？这相亲女怎么追上来了？才1年不见，难道林健已经有女朋友了吗？你还愣着干什么？他就是一个卖房的，你快上车。啊！哎，哎呀，起开起开！林健，你……那就先这样。好。林健，今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然我可真是来不及了。小事儿。宿主完成支线任务，奖励10辆豪车已停入车库。任务完成，豪车到手。哎，陶可，你怎么来了？你干嘛？李青川，大学时期一直追求陶可，看来现在还没追上啊。李青春，麻烦你别跟我拉拉扯扯的，我跟你没什么关系。哟，我当这是谁呢？这不是我们班的林健吗？这迈巴赫都开上了，最近混得不错呀。一般吧，不比李少开一辆宝马那么的低调。哼，正好在这碰见你，晚上有个同学聚会，你来不来啊？
哦，陶大美女，你去吗？我？嗯，我之前已经答应了。行，那既然陶大美女都去，我也去。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晚上康庄酒店不见不散。没问题。哼，敢在老子面前装逼，晚上一定把你狠狠踩在脚下。大家都到了。大可，今天怎么穿这么漂亮？梁冰，你说什么呢？我今天穿得很普通啊。今天晚上我可听说李青川呀……快看，李总来了。李总好，李总你可来了，李总好，李总好。涛哥，在看什么呢？是不是在等林健啊？他就是个摆地摊的，还租辆迈巴赫去相亲，靠，真他妈虚伪！不会吧？林健现在这么虚伪？可不是嘛！一会儿等他来，我可就让他下不了台啊！算了，大家同学一场，没必要。哎，涛哥，不是今天我要向你。我靠，这可是大 G， 这价值都要600-700万呢！我操，快看，林健从上面下来了！林健，哎，同学们一点都没见，都怎么样啊？哟，这怎么地上还有一个呢？快起来，地上凉！林健，你装逼装的也太过了吧！白天租辆迈巴赫去相亲，这大晚上又租辆大 G 来是吧？发布任务，获得陶可亲吻，完成后奖励丽景花园 C9号楼一栋。我靠，直接奖励一栋楼，这个价值是6个亿的资产啊！林健，上午那辆迈巴赫是……啊，赵阳刚才说的对，上午的迈巴赫的确是租的。我看你还怎么装逼！林健呀，林健，租大 G 一天不少钱呢，你还不赶紧给人还回去啊？迈巴赫的确是租的，我没有那种传统轿车，但是这辆大 G 是我自己的。你小子这是装上瘾了。行，如果你能证明是你的车，我跪下来给你磕3个响头。好，林健，我相信你，不要跟他们打赌。我也不想啊，但是有人自己送人头，没办法。那行车证自己看看。我靠，这大 G 真的是林健的！李总，现在轮到你磕响头了。林健，我今天叫大家过来是叙叙旧，不是让你在这炫耀。大家同学一场，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李总，这小子好像不简单，我们撤吧。等等，林健，你没听见我？川，你刚才说，如果这辆车是我的，就跪地磕3个响头。现在不会是想赖账了吧？林健，跟你闹着玩呢，大家同学一场，怎么可能真让你跪地上磕头呢？再说了，你不是刚才已经跪过了吗？你给我等着！好了，同学们，李青川走了，我请大家吃饭，走。好耶！走，哇，真好吃啊，真好吃啊吃得好饱啊！可以啊，林健，刚才吃饭的时候你都说了，你这都开几百万的车了，分我们口汤喝喝呗。老林就是谦虚，非得说自己是摆地摊的。要我说呀，说不定整个夜市都是他的。哎呀，没有，给你们说实话，你们也不相信呢。林健，你这辆车好酷啊，能不能让我……下次吧，今天我已经答应陶可了。走吧，陶大美女，送你回家。哎，有个电话。喂，您预定的车队取消了。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你怎么说反悔就反悔啊？喂，我怎么了？我哥过2天就结婚了，之前谈好的车队突然说要解约了，
这就剩2天了，我上哪去给他找车呀？你看，我这辆车合适吗？合适是合适，就是太贵了。你瞧你这说的什么话？我能要你的钱？不行，一码归一码。你愿意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要是这还不收钱的话，那你这车我可就真没法用了。哟，没看出来啊，陶大美女你还挺强势。这以后谁要是娶了你，那岂不是天天跪搓衣板？你不能有个正形。别，租金我照收，我那儿有10辆车，全部租给你吧，给我9999就行。10辆啊，10辆车都是一些宝马、奔驰、大 G 什么的，也不是什么好车。你觉得怎么样？这还不算好车，才只要9999，可是……别可是了，你要是觉得实在过意不去的话，那你就亲我一下，亲2就行。我去，我就是开个玩笑，还真亲了。宿主任务完成，奖励发放。丽景花苑 C9 号楼现已归宿主所有，相关手续已变更，请宿主在1个月内出租出去，否则系统将收回资产。还收回资产？不行，要赶紧租出去了。走吧，涛哥，我送你回家，一会儿我还要去摆地摊呢。摆摊儿？终于把 C9 栋的房屋信息全都挂网上了，要是能把房子全租出去，总算是能回波血了。张姐。李健，之前跟你相亲的姚真真来了，你租车的事情她知道了，千万别让她看见，省得找你麻烦。张姐啊，真真，你怎么有空过来了？我刚刚看到这边有房在出租，对方订的就在这个夜市。你这个装逼货竟然也在这里！要不是我查了下车牌，我也被你骗了。真真，阿健不是这样的人，你给他些时间，张姐你别说了，见完房东我立刻就走。这么巧吗？喂，没错，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房东。你是房东？你一个穷逼，怎么可能有丽景花苑的房子？阿健，张姐知道你要面子，但未经业主允许私自将房源信息散布出去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张姐，这房子真是我的。难不成这房子还真是他的？要不再试试？那个林健，之前是我说话太难听了。你也知道你自己说话难听。你别给脸不要脸，又不是只有你这一套房子，我再换一套就行了。对啊，那你还在我这里受这个气干嘛？不好意思，这套也是我的。我还就不信了，再换一套。别费劲了，这里的房子都是我的。不是，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你一套房子挂这么多信息干啥？一套？不对呀，网站上传信息都需要产业证明，不可能作假的。这 C9 号楼都是复式洋房，阿健，难道这栋楼都是你的？你好，请问是林先生吗？我是在网上和您联系租房的，我叫于莲。于莲，302对吧？租金是1个月3000，押一付3，如果年付的话可以免押金。张姐，那个小区的物业你说，一会儿你带他去看房子。行，给，钱已经付过去了。收到。C9号楼302房间已被出租，当前进度1/12。要不是系统不让出售房子，小姨我分分钟身价破亿。那个林健，张姐，我平时也比较忙，这些房子要不还是你帮我出租吧？这不太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你要租出去了，我还可以分你佣金。阿健，说什么呢？我是那贪图佣金的人吗？那行，张姐，我还有事先走了。行。林健，陶可这2天要忙活他哥哥结婚的事情，这漫漫长夜去哪儿转转呢？刚刚就是你小子抄的我。你谁啊？你很狂啊！我叫晨曦，现在和我比一场，你赢了，今天晚上我跟你走。那要是我输了呢？不过我也输不了。口气这么大，如果你输了，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别乱想，你要是输了的话，晚上我会让你终身残疾，疼一辈子。
发布任务，在与晨曦的比赛中取得胜利，任务奖励梨花酒店。看来系统也看不惯这丫头，我有驾驶精通在手，这还不是手到擒来？那好，我答应了。我在前面等你，是男人就跟过来。哎，快看！哎，就这小子还想跟我们陈姐跑，哼，真是搞笑。就是啊，一辆破保时捷还能跑得过我们九道口之王，真是脑子有病吧？少废话，要比就比，不比我回家睡觉了。你不装逼能死不？陈姐，开始吧，今天不甩他2圈，我看他小子是服不了。行，山顶上有一口井，去那里打1碗水，谁先下来就算谁赢。行，就这么点路，勉强玩玩。趁现在好好装装吧，一会儿就没机会了。出发！我看这小子要输了。陈姐那可是我们九道口之王，陈姐那可是我们九道口之王，飙车玩命谁敢？毕竟他可活不了多久啊！闭嘴！你想死，我们不想。啊！嘿，快看，那是什么？保时捷？那小子回来了？不会吧？难道陈姐这次翻车了？怎么那么慢啊？我在山顶上等了你3根烟的时间。陈姐，这怎么回事？是不是这小子耍什么小花样？他妈的，敢在九道口这块石炸，办了他！我输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已发放，梨花酒店产权已变更，激活进阶任务。即日起30日内，酒店营业额达到1000万，失败没收所有资产。我去，就这么完成了？过着5星级酒店1个月1000万应该不难吧？恭喜宿主触发成就，慷慨解囊，奖励宿主称号赛事华佗。我靠，还有这东西，不错不错，有了这玩意儿，我相当于有了个医术精通的技能。陈姐，你没搞错吧？你在九道口怎么可能会输啊？闭嘴，输了就输了，有什么不敢相信的？你叫什么名字？姓林名剑，愿赌服输。今天晚上我跟你走，什么安排？这小丫头身上有问题啊！臭小子，赢了就滚！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你们给我闭嘴！把我晨曦当什么人啊？我又不是输不起啊！你想好了没？今天晚上去哪儿？你别多想，其实我对你没什么兴趣。不过你这身体是不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感觉到腹痛啊？你怎么知道？我也就是出于好奇，你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为什么喜欢赛车这种东西？你是我哥派来的。你哥？你哥谁啊？哼，还给我装！回去告诉他，如果再敢派人监视我，别怪我不客气。滚！哎，走，上车走了，上车。真是多管闲事了。不过今天赚了个酒店，这2天有空去看看。梨花酒店，康城为数不多的5星级酒店之一，现在是我的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明天的婚宴被取消了？我要投诉你们老板！投诉我们老板？可笑！陶岩，你能见到我们老板吗？等点事儿，赶紧滚蛋！张经理，怎么这点小事都还没处理好？刘少，您放心，我马上把他们轰出去。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我们已经付过定金了，难道就这么没有王法吗？王法，在康城，我刘不能就是王法。不过嘛，如果姑娘你愿意陪我1晚，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让你哥明天用这个场地。毕竟到时候都是一家人。你哪里来的狗在这里乱叫？大早上的，真是烦人。林健，你怎么在这儿？你就是林健啊，陶可的大学同学。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恐怕……现在这婚礼也恐怕是办不成了。别那么客气，陶可的大哥就是我大哥，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陶大哥，谁说你的婚礼办不成了？还有机会。林健，哎，你放心，把你们齐总叫下来，我要见他。小子，你怕不是吃错药了吧？他不用下来，难道这里你能做得了主？当然，在梨花酒店，除了我们齐总是老板，老子最大，想让谁在这儿办就让谁在这儿办。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小子，赶紧滚蛋！
要不老子找人把你撵出去，还在这装逼，可笑！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发生什么事了？齐总，你怎么下来了？不过就是几个无赖，我这样把他们撵出去，很快就处理好。你这人怎么颠倒黑白啊？你说谁无赖呢？明明是你。您是林健，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齐总，你是不是认错了？这小子……闭嘴！林先生现在是梨花酒店的老板。什么？他是老板？我不知道啊。齐总，这种人不适合在酒店工作。是，知道了，林先生，我会处理的。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林先生，您今天来有什么指示啊？那什么，我大哥明天办婚礼，你看给安排一下。好，不过是梨花酒店的一个老板而已。林总，你确定要为了这几个普通人得罪我刘不能？就算得罪了，又能怎么样？他妈的，你小子挺能装啊！知道我是谁吗？活得不耐烦了。刘不能，你如果想在我们酒店办婚礼，我们开门迎客；若是不想，请自便。小子，这里的确是你说了算，可你得想清楚，在康城到底是谁说了算？刘不能，谁给你的狗胆让你在这里横行霸道？陈小姐，陈总，你们二位怎么来了？赶紧滚蛋，别在本小姐面前晃悠，不然让你刘家在康城没有立足之地。是，我这就滚。不得不说，这晨曦的妆容去掉后，我还真差点没认出来。不过他这病……林健，你真的是这梨花酒店的老板？怎么看着不像吗？对了，涛哥，你不是学工商管理的吗？也别在李星川那儿干了，来这个酒店当一个副总经理，如何？我副总经理？林健，你没开玩笑吧？当然了，我说的是认真的。那我试试。看什么看啊？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林健，要不婚礼场地算了，别惹事。放心，我知道怎么处理。你们先跟齐总看场地，结婚的事儿别耽误啊。好，我们去吧，这边请，走。林先生，上次你跟我妹妹赛车，多谢你手下留情了。你妹妹晨曦的病已经病入膏肓了，药石无医。如果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可能你们陈家就要准备后事了。你怎么知道？三阳已溃，这个意思你可懂吧？他这种病没法根治，但只要调理得当，还能多活一些日子。敢问林先生，大概还能活多久？如果调理得当的话，差不多还能够续个70-80年的命。70-80年？林先生，您莫不是在诓骗我？小希的病极为罕见，我们找遍了全球的名医，也没能治好。您是……那说明你找的那些都是庸医。如果你要是不相信，那就算了，生死有命。发布任务：治疗好晨曦的古怪病症，完成后奖励丽景花苑商业街1条。我去，商业街啊！那个，你是不是经常感到头脑疼痛、昏沉闷热，时不时的还容易听不见声音？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对外人说过。这都是中医里面最基本的望闻问切法罢了。你这个病好办，开点药调理就行。但是你妹妹一眼就能看穿我的顽疾，这位林先生肯定有本事。林先生，只要你能让我妹妹多活几年，我陈瑞发誓，只要我陈家再康成一天，就绝对没人敢动你。陈家势力确实不小，倒是可以震慑一些宵小，其次又能获得系统奖励，不亏。那行吧，你发我个位置，明天我去你家给他治病。好，谢谢林先生，谢谢。行，明天见啊。好。哥，我就算是死，也不让这个人给我治病。小希，听话，林先生真的能救你的命。林先生，拜托了。陈总，小姐的病情复杂，如今尚有月余可以缓冲，外人插手，只怕……听你话的意思是有治疗方案了？小姐的病全球都束手无策，我哪有什么办法？不过，你这么年轻，能有什么办法？中医针灸，中医针灸，小子，别说我看不上这不讲科学的东西，就中医还讲究经验，你一个黄毛小子配吗？帮我准备银针。另外，这个人的废话有点多。张医生，
你要是愿意在这看，就在这看，我不拦你。但你要再敢打扰我陈瑞请的贵客，就马上给我出去！陈总，我也是为小姐好呀。李先生，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怎么出丑。把手给我。滚开，骗子！哥，让他滚。听话。脾气大，气血更虚，三阳脉已经枯竭，再拖半月，神仙也救不了你。现在，信我能活，不信等死。他怎么知道我肯定撑不过半个月？林先生，你赶快施针呐，所有的后果我担。这针看着不凡，但手法……闭嘴，看着。这手法回阳九针，不可能，这不是早已失传了吗？引阳入体，驱散阴邪，稳住，稳住。小心！这是好现象，小姐体内的寒气已经逼出，淤血已经吐出来了，三阳脉已续，按我开的方子调理，再活蹦乱跳70-80年没问题。你到底是谁？我，林健，一个摆摊的，顺便懂点医术。林大师，请受晚辈一拜。刚才有眼不识泰山，还质疑大师。这回阳九针真的是神乎其技，小姐的脉象真的是平稳有力了啊！李先生，大恩不言谢。从今以后，你就是我陈家最尊贵的客人。在康城，林先生的事儿就是我陈家的事儿。宿主完成救治晨曦任务，奖励丽景花苑商业街，产权已变更，激活新任务。1个月内，商业街整体出租率达80%，失败收回所有豪车。靠，又是限时出租，商业街可比一栋楼麻烦多了，得赶紧找张姐。人情我记下了，药方一会儿写给你。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等等。那个，谢谢你啊。按我写的药方养好身体，以后啊别玩命飙车了。本来想着租个商铺，没想到这整条街都是这个林健的。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先是一栋楼，这又是一条街，身价何止上亿啊！阿健啊，你这商业街20多个铺面，位置好是好，但1个月内租出去8成，这太难了，而且租金啊还不便宜。张姐，这样，从今天开始，房租8折，第1个月免租，签约3年，押1付6就行。什么？免租1个月还8折？对，张姐，尽快签合同，按我说的做。于小姐，你们公司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选一个大一点的铺面。林先生大气，我正好有这个意向，待会儿我们详谈。行，林老板，我要临街那间，现在就签。哎，行。张经理，给我留一间，我马上就转押金。我也要一间。阿健，哎，张姐，别说了，这里的事儿交给你了啊。那我们来详细谈一下吧。来，还有这件，还有这件。林健，我已经到酒店了。好，我马上过去。张姐，其余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一趟，辛苦啊。这就走了？具体的事儿也不多，你看着办就成。好。林健，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酒店的情况比我想的要复杂，但我有信心。以你的能力，我放心。对了，那个李青川那边，我辞职了。这个李青川居然说我只要就给我升职加薪，真让人恶心。这个李青川，好了，林健，既然我都离职了，就不说他了。那我先去忙。大色魔。哎，你这话说的，我可不认啊！什么叫我是大色魔？我色你了呀？那天谢谢你啊，之前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既然病好了，就别那么玩命了。我知道，我哥都跟我说了，是你救了我。你想要我怎么报答你啊？是要钱还是？哎，大柱，别来那一套以身相许的，太俗。你要是真想谢我的话，就帮我一个忙。什么忙啊？我先说好，杀人放火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没那么夸张。我啊，新买了一条商业街，就在丽景花苑那边。1个月内呢，要租出去8成的铺面。张姐一个人啊，有点忙不过来。你们陈家路子广，看看有没有靠谱的品牌商，帮我介绍介绍，租金好说。就这。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刚好我们陈家旗下有几个品牌，正愁没有店铺呢，我去给你问问。行。哎，终于搞定了，有陈家帮忙引流，出租率达标，这是稳了。哎，你怎么来了？我哥说有几个品牌签了意向，让我带人来实地看看，顺便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没事儿。不过你现在也算身家过亿的大老板了，怎么连个好一点的办公室都没有，还让我来这里？你该不会故意的吧？有什么办公室，能用不就行了？哎，怎么样？你现在也接手了家族生意，带过来那几个品牌商看中了几家？那这几家呢，都是我们家控股的，或者是和我们家关系比较好的。他们经营的有珠宝、定制礼服，还有进口家居。他们看中了临街那几个最好的铺面，租金呢，我跟他们说的是市场价的8折，怎么样？谢了啊，租金没有问题，但是免租的话，我只能给到半个月，因为我还要向张姐和其他商户有个交代。行。对了，我听我哥说，有人眼红你窜得太快，准备查查你的底细，尤其是你资金的来源。查呗，车是朋友抵债的，商铺和街道是早些年便宜的时候家里买的拆迁安置补偿，酒店呢是捡漏来的，手续齐全，经得起查。系统给的手续比真的还真，当然随便查了。拆迁户啊，你啊，不像啊。触发危机预警，有匿名举报，质疑宿主资产合法性，限宿主24小时内自证清白，平息风波。成功奖励8级宗师称号，并获得相关技能；失败惩罚随机冻结一处资产1个月。8级宗师，我靠，真是瞌睡了就送枕头啊！刚想着万一有人在背后下黑手怎么办，这不就来了？还有人匿名举报，看来是有人眼红了，在康城能顶着陈家暗中干的，也就只有那个刘伯能，还有李青川了。这2人给我等着！怎么样，想到是谁了吗？心里大概有数了。那需要我做些什么？不对啊，我这被人害，你应该幸灾乐祸呀，这有点不太像你吧？什么呀，我不过就是看在你救了我一命的份上。再说了，我哥都代表陈家对外发话了，那我也是陈家的一份子呀，我总不能言而无信吧？行，信你了，信你了。不过后面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就行。就你？不是我说的林姐，这背后的人我们陈家都不一定能搞定，你行吗？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喂，林健，税务和工商的人早上来了，说要例行核查酒店的资产来源和近期的巨额流水，特别是之前我们搞活动的账目。这么快就来了？别慌，我们所有的项目资金和手续全部都是齐全的，配合调查，我马上就回酒店。刚刚看了李总你的所有手续都非常完备，看来啊，其中是有人恶意举报了。清者自清，后面的事还得麻烦王科长多多费心。行，慢走啊。宿主成功平息资产质疑，奖励已发放。好强大的力量，现在给我一头牛都能一拳干死的感觉。林姐，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么多的账，包括商业街、酒店，还有丽景花苑的房子，全部都清清楚楚，恐怕连最专业的会计都做不到吧？陈大小姐，你当我跟你开玩笑呢？系统的手续要是你们都能查得出来，那要这系统干嘛？不过还是没搞清楚这背后的人到底是谁。那正主来了。林健，听说你小子最近可被查了呀？我就知道一个摆地摊的怎么突然就暴富了，这其中肯定有猫腻。你怎么知道我出问题了？难不成是你举报的？
什么举报不举报，我不知道。不过你小子，我倒是要看看你这次还能不能挺过去。原来你就是李家那个不学无术、只会勾搭公司女员工的二世祖李青川啊！小姑娘，你又是谁啊？这林建快要倒了，要不还是跟我吧，跟着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我的哥哥叫陈瑞。陈瑞啊，你就是陈家那个病秧子陈曦？病秧子？哈，原来如此啊！我说这小子怎么突然一夜暴富，原来是你们陈家在背后。唉，不过可惜啊，就算这样又如何？手续不正规，照样完蛋。我的所有资产手续都是正规的，另外我的一切和陈家没有半毛钱关系。正规没有半毛关系啊！你一个穷逼臭摆摊的，还真是大言不惭呢。李青川，我要有你那闲工夫，就去好好查一查，对我名下的所有检查是不是都已经撤销了？撤销？哼，这怎么可能？林建的所有财产都没有问题。什么？怎么可能没有半点问题啊？这绝对不可能！林建，李青川，跟我斗，你还嫩了点，现在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找人把你撵出去。你给我等着！哎，林建，李青川的家族和我们陈家在康城的地位不相上下，我们陈家也只能说尽力。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用不着你们陈家出面。可是，别可是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哎，现在还有什么比李家这个事更重要的呀？哎呀，陈大小姐，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啊，晚上摆摊儿可是我的正业。我先走了，回见。哎，身家上亿的大老板，爱好摆摊儿，什么癖好啊？八极拳，刚才在河边试了一下，一块1米半高的石头都能干碎，这也太牛逼了！哎，张姐，阿健，商业街那边都快忙死了，你还在这儿摆地摊，真是不操心呢。哎呀，我呢胸无大志，随便玩玩就好了。你，哎，张姐，你那个房东现在还找你事儿吗？不行的话，我去找他理论理论。别呀，哟，这不是张庆吗？王刀子，你怎么又跟过来了？张庆，别以为你退了房就能逃掉。我可是听说你之前结婚的丈夫刚入洞房就脑梗死了，你守寡这么久，应该也很寂寞。跟着爷爷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任务发布，帮助张晋解决危机，成功奖励康庄酒店，失败惩罚没收所有资产，做一辈子单身狗。任务时效24小时。我靠，我就是知足常乐，你他妈就要没收我的财产，还要做一辈子单身狗，这惩罚也太狠了吧！看来必须得出手了。张姐，别怕，有我在。阿健，你臭小子，懂不懂规矩？这里可是刘爷的地盘，保护费交了吗？刘爷，你们谁是刘家刘不能的狗啊？刘不能？刘不能可是康城有名的恶少，林家怎么招惹到他了？赶紧走，可千万别牵扯到咱们身上。臭小子，什么刘爷不刘爷的，赶紧滚！这事儿我要非要管呢。还有，现在这条夜市归丽景花苑商业街统一管理，谁允许你们在这收保护费的？你找死！小心有刀！你太慢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妈的，这小子有点邪门啊！但老子不信弄不死你，你等着。我说了，现在这条街归我管，你们要下次再敢过来闹事，可不是躺下那么简单了。滚！阿健，你没事吧？他们会不会再来？没事儿，张姐，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这条街我说了算。这摊子都乱了，收工吧。本次任务宿主超额完成，
额外奖励宿主鉴宝之眼。鉴宝之眼，嘿，这可比那个实业奖励好多了。赌石、看古董啥的，高逼格呀！要不要去古董街试试看？喂，陈大小姐，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那个林健，过几天是我爷爷的大寿，我想让你陪我去古董街挑一挑。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那就先去看看。行，那你给我发位置，马上过去啊。果然捡漏没有什么好捡的，这陪着晨曦逛了大半天，竟然连一个鉴宝之眼像发光的物件都没有。林健，你刚刚干嘛拉我出来啊？我看那件古董瓷器挺不错的，说不定是真的。什么真的？在我看来就是假的。哟，你一个臭摆地摊的也来古董街看古董啊，真是可笑啊！李青川，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哼，晨曦，马上就是你家老爷子大寿了，你就带这么一个小子来选礼物，不怕他到时候拿个垃圾啊？发布任务：打脸质疑宿主的人，奖励聚宝拍卖行51%股份。我靠，这李青川真是我的送财童子啊！我挑不出来好的礼物，难道李少就能挑出来了吗？哼，当然，我旁边这位可是鉴宝界闻名遐迩的马大师，有他出手，随便哪一个都是真的。那李少敢不敢跟我赌一赌翡翠原石？赌？你的意思是说要和马大师比试赌石？小子，虽说学无先后，但是你也太过狂妄了。嘿嘿，这小子真是太嚣张了。马大师可是咱康城鉴宝协会的副会长啊，他一个黄毛小子，凭什么？就是真可笑，且看看他出手吧。马大师难道是怕了吗？好，我答应。哼，赌？林健，你拿什么跟我赌？就那块狗屎料，我这块可是马大师精挑细选，必出高货。输了，你就跪下来叫我3声爷爷。如果你那块石头开出来的不如我这块边角料，怎么办？荒口小儿，痴人说梦！老夫见识30余载，从未走眼。老板，这2块石头我们都要了，大的记在李少的账上，小的我付现金。嚯，看这表现，说不定真有高货，那小子输定了。这怎么可能？废料！马大师，你不是说这块石头？师傅，麻烦擦个窗。我靠，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帝王绿？假的，这肯定是假的，真的老夫怎么可能不知道？老马，会长，我……哼，这帝王绿玻璃轴，小兄弟，这块料子我孔祥收了500万，现在就能转账。给。检测到宿主成功打脸并获利，奖励毗邻古董街的聚宝拍卖行51%控股权。相关文件已送达您邮箱。李少，叫爷爷就不必了，记得把石头的钱付一下啊。还有，现在聚宝拍卖行归我了，以后捡漏啊，欢迎光临。帝王绿，玻璃轴，小兄弟你可真神了！500万，我现在就转账。林健，这真的是你随脚踢出来的？嗨，运气好罢了。好，李少，石头钱千万别忘记付了啊！马大师啊，看来你这30载的经验白瞎了。老马，协会里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你可以先离开了。林健，你别得意，赌石
是你走了狗屎运。聚宝拍卖行，你以为拿了股份就能玩得转？我告诉你，里面的水淹死你！淹不淹得死，做了才知道。啊，孔会长，钱直接打我银行卡上就行。我们走，去趟拍卖行。请。喂，张董吗？是我，青川。聚宝那边新来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股东。对，姓李，给我好好招呼他，让他知道拍卖行不是摆地摊。林董，欢迎啊！年轻人有气魄，敢接手聚宝。不过嘛，瞧瞧，连续亏损，股东们都快喝西北风了。听说您是搞摆地摊起家的，这拍卖行的门道您能摸得清吗？就是，拍卖行靠的是人脉，靠的是眼力，不是有点钱就能玩得转的。要不您就挂个名，具体事务还是交给张董，省得闹笑话。发布任务：掌控聚宝拍卖行，让质疑者闭嘴。任务奖励：古董街相邻的汉墨书香文化中心整体产权。失败惩罚：收回聚宝拍卖行股份及鉴宝之眼技能。亏损？这300万的专家顾问费，顾问在哪？合同呢？还有，这仓库的房租比市面上贵出了1倍。张董，请解释解释。林董，你不懂，这些都是必要开支。专家那是马大师，仓库那是特级安防。你一个外行，少在这指手画脚的。马大师，啊，就是昨天在街上看走眼的那个。至于仓库嘛，小刘，去把仓库的监控以及安保合同调出来，要快。这……我现在是控股股东，我的话就是命令。还有，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张董，这就是你所谓的特级安防，中饱私囊，监守自盗，你好大的胆子！污蔑！你这是污蔑！股东们，你们听我！林董，我举报张万全，他完全是在做假账。那300万的顾问费根本是进了他自己的口袋，仓库的事儿我们也被蒙在鼓里啊！对，张万全都是他搞的鬼。林董，明察！宿主成功揭露蛀虫，初步掌控聚宝拍卖行。奖励发放：汉墨书香文化中心产权变更完毕。新任务：1周内举办1场成交额达5000万的拍卖会。失败惩罚：收回文化中心及2辆豪车。看好的，报警，通知下去。半小时后，所有员工在大会议室开会。聚宝需要换血了，至于你们，稍后再说。林静，聚宝那边刚接手就搞这么大，5000万成交额，还要1周内。李青川那边肯定会背后使绊子，那些老藏家也未必买账。不怕他们使绊子，这次拍卖会的主题就叫做“沧海遗珠”，专门拍卖那些被低估的冷门精品。至于压轴嘛，压轴是什么？你找到什么好东西啊？好东西啊，就在聚宝仓库的角落里吃灰呢。一件被认为是清末仿品的清代官窑青花梅瓶，明天我就把它取出来。宣传方面嘛，你帮我邀请所有的高端客户，尤其是陈家陈老爷子和孔会长那边，就说我林健亲自把关，必有精品。清代官窑，真的假的？聚宝仓库要是有这好东西，张万全能放过？那也是因为他眼瞎呀。啊，对了，放出消息，李青川和李家以及跟他们关系好的所有藏家，恕不接待。啊，这会不会太得罪人了？得罪？我就是要把他们拒之门外，谁让他们使绊子呢？让他们干瞪眼。等拍卖会结束以后，我看看谁打谁的脸。
林董，您确定要这个？这瓶子在角落里堆放了快10年了，当初出来就说是民国的粗仿，不值几个钱，张万全看都懒得看。孙伯，人眼会骗人，但是东西自己会说话。看这儿，被污垢盖住了，这才是他的真面目。乾隆，我的老天爷呀，这真是个宝贝！张万全那个睁眼瞎，差点让明珠蒙神。所以聚宝放他那里只会亏。孙伯，这个瓶子你拿着，找最好的师傅清理，再配一个顶级的锦盒，它就是我们拍卖会的压轴。好的，林董，我这就去办。检测到宿主成功发掘被埋没珍宝，清代乾隆青花梅瓶，声望提升，额外奖励宿主商业谈判精通技能。正好拍卖会前的造势，该去会会那些观望的老狐狸了。赵老、钱老，这位就是我给你们提到过的林健林小友。林小友慧眼识珠，我是十分佩服呀。这次沧海遗珠拍卖会压轴的可是件乾隆青花呀。哦，乾隆青花，小友空口无凭啊。聚宝这些年名声可不大好啊，我们这些老家伙钱不是问题，就怕打了眼丢人呢。是啊，李家那位公子可是到处说你年轻气盛，搞噱头，那叫帝王绿，也是撞了大运。赵老、钱老，古玩行的看的是东西，聚宝以前是藏污纳垢的，但是现在是我林健做主，不相信我，门就在那儿。哈哈哈哈哈哈！好魄力，到时候我第一个捧场。赵老、钱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嘛，也给自己一个捡漏的机会啊！哈哈哈哈哈哈！宝光内蕴，苏麻离青的运散恰到好处啊，胎骨厚重，釉面圆润，真品啊！这绝对是乾隆官窑的真品啊！林小友啊，真的是好眼力啊！谢谢。聚宝沉寂多年，终于出了一件像样的重器，老张真是瞎了眼。林小友这一件，老夫志在必得。哎，你怎么知道仓库里有这个呀？保密。废物，让你们找点茬都找不到，那瓶子肯定是假的。给我找媒体，找专家曝光它。林董，听说这件重器是您在库房角落发现的，那您如何确保它的真实性呢？有专家质疑可能是仿品。质疑？欢迎。聚宝邀请了孔会长在内5位国家级权威专家联合鉴定，并且出具证书，就在展柜旁边的柜子里。至于如何发现的，哼，我只能说有些宝贝在等真正懂它的人出现。至于狗眼看人低的，自然视而不见。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展品，有人来竞价吗？好，这位小姐，这位先生，那咱们这个产品成交。接下来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压轴珍品，清代乾隆年间青花云龙纹眉瓶，起拍价800万。1000万，1000万一次，1200万，1500万，1500万，1800万。一群老糊涂，捧一个暴发户的臭脚。2000万，2800万，2800万，赵老出价2800万，还有人出价吗？5000万，5000万一次，5000万2次，5000万3次。恭喜陈老先生获得这件瓷器。恭喜宿主超额完成拍卖会任务，成交额5300万，大于5000万。奖励：古董街汉墨书香文化中心旁边的星光里时尚街区整体产权。新任务：整合文化中心与时尚街区，打造地标商圈。3个月内整体估值提升50%，失败惩罚收回星光里及随机溢出酒店产权。星光里
这正好和汉墨书相互补。李青川，这下我倒是要看看你的脸疼不疼。好，拍卖会到此结束。结束了。结束了，走了。走吧。好你个林剑，别以为你能一帆风顺，咱们走着瞧。是时候去一趟娱乐城那边看看进度了，到时候正好能和星光里联动。我们走吧。阿健，好消息！文化中心那几家老字号和文艺工作室，听说星光里要打造成潮流地标，都抢着要续场约呢。星光里的铺面更抢手，陈小姐介绍的那些大牌旗舰店一入驻，那些商家都挤破头。你这整合的点子太神了。辛苦了，张姐。租金按我们定的市场价格走就行，宁缺毋滥，一定要保证品质和调性统一。好。哎，对了，陶可最近总加班，人都瘦了，你也不关心关心。啊，也是，酒店和拍卖行两边跑，确实挺辛苦的。检测到宿主名下资产协同效应出现，商圈估值提升进度10%，奖励宿主危机预警被动技能，可提前感知针对宿主核心商业资产的恶意竞争或破坏企图。危机预警来得正好。张姐，帮我订一束鲜花。算了，明天我自己去一趟酒店吧。你也早点休息。好的，阿健。林剑，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危机预警被动技能开启，检测到刘不能派人暗中蓄意要对星光里时尚街区进行捣乱，请宿主及时应对。终于忍不住了，放马过来吧。这个图纸上你看，这里啊，这边啊，给我按照图纸。危机预警被动技能触发。恶意破坏，目标是工地材料。停！谁允许你们在这施工的？问过我们兄弟了没有？你们是谁？我们这里可是正规的施工单位。正规？在这片地方，老子说不正规就他妈不正规！兄弟们，给我砸，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规矩！砸呀！砸坏了10倍赔偿。10倍赔偿？臭摆摊的，你吓唬谁啊你？老子今天砸定了，你又能怎样？不能怎样，报警而已。哦，对了，刘不能给你们的钱够你们进局子里蹲几天的损失费吗？你说什么？快撤！李总，你怎么知道他们要来，而且还是刘不能？猜的。老王，咱们这个工作的速度不能减慢，工期绝对不能耽误。废物，一群废物，让你们去捣个乱都能被抓现行。林剑那个混蛋是怎么知道的？刘少，那小子邪门得很，好像提前知道我们要去，而且他还提到了您的名字。林剑，你以为报警就能吓住我？玩阴的不行，老子跟你玩明的。他不是要搞什么潮流地标吗？老子让他开不了张。去，把对面那排破商铺全部给我高价盘下来，老子也搞个潮流中心，跟他打擂台，价格战。耗死他！刘少，那得花不少钱啊。钱，老子有的是，只要能弄死林剑，花多少钱都值。快去办。是。林剑，刘不能那边动作很快，高价收购我们星光里正对面的那排旧商铺，也挂上了新潮中心的牌子。听说正在疯狂招商，租金压得很低，还挖我们谈好的几个品牌。跳梁小丑，垂死挣扎罢了。他以为靠低价和模仿就能赢？可这样分流客户，对我们开店很不利啊！而且商圈价值提升的事情，检测到恶意商业竞争，发布任务，在刘不能新潮中心开业前，使星光里预招商完成率超90%，成功奖励康城顶级私人俱乐部云顶会所控股权，失败惩罚随即收回2处产权。云顶会所正好用来整合高端资源，刘不能真是谢谢你的助攻。林剑，你有没有听我说啊？
我刚听着呢。哦，你通知陈曦，让他手下的那几家顶级潮牌，明天在星光里搞联合快闪预热，一定要声势浩大。另外，放出消息，明天星光里开业当天签约的所有品牌，3个月租金全免，后续按市场价8折，但仅限本周。3个月啊？这成本太高了吧？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刘不能不是想打价格战吗？我让他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去办吧。请问你为什么选择星光里，而不是对面租金更低的新潮中心？租金低有什么用呀？星光里定位高端，不仅有陈家高端顶级品牌的入驻，而且客户量有保障。林老板大气，免租金时间长，我们跟着陈总有肉吃。就是，对面那个一看就是山寨货，东施效颦。我们做品牌的讲究的就是格局和平台。妈的，林健，到底有多少钱可以收？老子跟你没完！林先生真是深藏不露啊！咱们云顶会所可是康城最难进的圈子之一，没想到您竟是幕后老板。没错，林小友整合资源的能力实在令人叹服呀！这星光里文化中心、拍卖行、酒店环环相扣啊！王总，您上次说的那个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我感觉和林先生的科技概念很契合呀，要不要聊聊？正有此意，林先生不知道对跨界合作感不感兴趣？强联合共赢未来，当然有兴趣。涛哥啊，帮我跟王总还有李总约个时间详谈。陈董，您提的文旅地产配套，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酒店，而且跟星光里联动非常契合。合作愉快。这家伙装起大佬来挺像那么回事，把这群老狐狸哄得那么开心。他一直都很厉害。检测到1000万级合作意向达成，任务完成，奖励市中心核心地块，创智谷开发优先谈判权，请宿主把握机会。阿健，这地理位置太好了，4通8达，只要结合咱们的生意、酒店文化资源，绝对能打造成新地标。是不错，不过这可是块肥肉啊！我听说李家和刘家都争红眼了。光眼红没有用，还得有实力跟规划。你看这一块做科创孵化，这边呢配套高端人才公寓，这里连接星光里做商业延展，怎么样？可以，非常不错。所以说未来这一片我们都有大大的发展前景，一定可以做好的，大家要加倍努力。好的。陈川，看到了，这小子在实地勘察了，志在必得呀。对了，你那边查的怎么样？什么？还是干干净净的？妈的，见鬼了！行，按计划，明天谈判会上给他点颜色看看，找人去他老巢闹事，分散他精力，双管齐下。创之谷的初步协议签好了，未来之光园区的资料也都在这里。情况不太好，控制率高，设施老旧，而且债务也有点复杂。破是破了点儿，但是位置绝佳，紧挨着创智谷，改造一下，正好做创智谷的配套研发中式基地和初创企业孵化器，正合适。林健，你为什么总能未卜先知？就像知道刘不能会闹事，知道仓库里有宝贝，知道该拿下哪里一样。可能是我摆摊看得多了吧。看得多想得多罢了，别瞎想。你快去准备一下未来之光的改造方案，好吧？快去。好，我现在就去。这边请。林老板，您坚守着烫手山芋，欠着物业费、维修费，租户都跑了大半，还有李家和刘家盯着。想要开展，这很难呀，这是有够破的。林健，你这捡漏捡的也太别致了吧！破是破了点儿，但是骨架还在，位置是黄金位置。涛哥，接下来改造分3步：首先清理债务，其次规划区域，
最后啊，就是这里，改造成共享会议中心，还有路演厅和基础配套服务区。好，我马上联系设计队和工程部。发布任务：3个月内使未来之光园区入住率达70%，并促成至少5家入驻企业与创智谷以及林氏旗下产业达成合作。成功奖励：市中心大型康养医疗中心项目独家运营权；失败惩罚：收回未来之光园区及创智谷优先权。陈丹小姐，帮个忙呗，麻烦跟陈叔说说，看看陈家旗下或者是投资的科技公司有没有需要项目研发场地，或者说是项目孵化的，租金这一块好说。就知道使唤我，行吧？看在你眼光还不错的份上，我去帮你问问。谢了。刘不能，李青川，你们以为给我使绊子就能赢？游戏还没结束。这边，林老板，按照这个进度，下个月底咱们的主体改造工程就能按时完成。不过呀，前段时间我去对面吃饭，听说刘不能和李青川他们呀放出话了，说让你们呀招不到好的企业入驻，你们小心一点啊。跳梁小丑罢了。老王，咱们还是质量第一啊。好，进度啊就按计划。行。对了，我们前期筛选的意向初创团队联系的怎么样？有几家技术很前沿，但资金紧张，对租金敏感。听说刘不能那边已经在接触他们了，开出了比咱们更低的条件。资金紧张，这个好办，你把话放出去，就说我们推出创业无忧项目，前6个月免租，后面按市场价的7折走，但是必须要达成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与创智谷或林氏旗下产业达成一项意向合作。检测到宿主应对竞争策略，奖励毗邻未来之光园区的250老旧物流仓储区整体产权。激活任务：3个月内将该仓储区改造成现代化物流中心，并实现盈利。失败惩罚：收回物流仓储区及随机移出商业街铺面。物流中心正好配套未来之光的供应链需求。刘不能，你想挖墙脚，看我不给你直接釜底抽薪。张博士，我们的诚意十足，只要你肯来我刘家的创新园，3年租金全免，还有额外启动资金，比某些人画的大饼实在多了。刘总的条件确实，但林总的未来之光项目靠近创智谷，还有产业。张博士，你的芯片设计项目呢？我很看好。免租和优惠政策我照样给，但是启动资金我不会直接给你钱，但我能给你订单。林健，你这是不正当竞争！刘总，怎么气急败坏了？林总，您连这都谈好了？我签未来之光的合同。商业合作本来就是各凭本事，刘不能，你要是真有本事，你也拿订单来跟我抢人。好，林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想跟老子我抢人，你还嫩点，咱们下次再见。陈瑞，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了？难道……好，我马上过去。陈总，陈小姐，看这情况不对劲啊。不过下午的时候，这陈瑞不是说……林先生，你整合资源的能力，连家父都赞叹不已啊！我们陈家3家公司已经准备入驻未来之光，希望与创之谷联动啊！那还得多谢陈总和陈家的多多帮衬呢。若非如此，我林健也不会做到如此地步。想必陈总今天叫我来，应该不是只说这件事吧？林先生真是慧眼如炬啊！确实有一点私事，这不，家里给小希安排了一门亲事，对方是省城的周家。哥，我说了我不嫁，什么周家李家，我连人都不认识。坐。小希，
不要任性嘛。我们与周家门当户对，这也是为了家族。什么门当户对？当初我病得快死的时候，他们人在哪里啊？是林健救了我，要嫁我也只嫁我也只嫁自己喜欢的人。林健，你说，都现在了，还搞什么门当户对、商业联姻，是不是很可笑？这丫头想干嘛？可别把我架在火上烤！哎，小希，这都是为了家族。以前任性就算了，现在林先生把你的病看好了，你就应该为家族付出一点嘛。我说了，我不嫁，要嫁你嫁。看来今天晚上这顿饭就是场鸿门宴啊。陈总，虽说这是你们陈家的家事，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婚恋自由吧。再说了，以你们陈家在康城的实力，没必要再去过度联姻吧。林先生，其实呢，我也不希望小希嫁给不喜欢的人，但是呢，这是家族内爷爷早都定下的婚事，我也是无能为力呀。而且周家我们也不想得罪，在生意场上少个敌人也是好的嘛。只能如此，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林先生，倒是也有个办法，就是有一个跟我们陈家实力相当的人陪小希一块去周家见周文轩，我想他周文轩会知难而退的。好家伙，在这儿等着我呢。林健，陈曦和陈家确实帮我诸多，我这要是不答应的话，就显得有点不近人情了。行吧，我答应了。好，林先生现在的身家和资产，如果能和小希一起去见周文轩，我想他会知难而退的。行，那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回去了。好。小希，这回你满意了吧？我告诉你，我只能帮你这一次。这个林健绝非池中之物啊，况且他身边还有那个陶可。我只是喜欢他。陈小姐果然名不虚传，气质非凡。听说陈小姐喜欢赛车，刚好啊，我在省城有几辆跑车，不如改天带陈小姐出去兜兜风。我保证啊，绝对比康城这个小地方要刺激得多。谢谢啊，没兴趣。我现在的爱好是看人摆摊。摆摊？这位是陈家的司机？怎么还一起上桌了？哎，周少，这位是林健林先生，是小希的朋友，也是我陈家的贵客。司机算不上，就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摊主。哎，周少对摆摊有没有兴趣？我那个摊位啊，在夜市的位置还真不错，转让费也不贵。周少如果想体验生活的话，可以联系我。牙尖嘴利，陈小姐，和这种底层混在一起，有失身份吧？身份？摆摊怎么了？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不比周少这种靠祖荫的差太多吧？对啊，周文轩，林健可是救过我命的，而且他靠自己的能力获得了现在可以同陈家媲美的成就。他呀，比你强10000倍。比我强？小子，赶紧把手给我撒开，小心我！文轩，林先生可是我陈家贵客啊，也是本市龙头企业家，林氏集团董事长。什么？他不说他是摆摊的吗？怎么可能是林氏集团董事长？没意思，周文轩，我不奉陪了。林健，我们走。林氏集团，那又如何？我看上的女人，一个也跑不掉。李青川，你和刘不能来趟凌空酒店201，那件事情我答应了。林健，不许抽烟，对身体不好。对了，小希，今天这个晚宴是你和你哥早就算好的吧？我……好了，
我检测到恶意针对，发布任务，化解物流中心危机，并实现首月盈利。成功奖励毗邻物流中心的现代化生鲜冷链中心整体产权，失败惩罚随机冻结2处商业地产。冷链中心正好和物流配套，周文轩，你这绊子送的真是时候。好了，晨曦，对方已经准备出手了，我先送你回去，明天还有的忙，走。嘿呦，这不是我们康城龙头企业家林大摆摊王吗？怎么在这儿干什么呢？你们两个还真是臭味相投啊，竟然凑到一起去了，干什么自己没长眼睛啊？林健，你嚣张什么呀？给我他们停下！这片地有产权纠纷，现在查封，所有人立刻离开。纠纷？什么纠纷啊？我们是有正规手续的。林老板，林健，哼，一个摆摊的懂什么产权？都给我滚蛋啊！再不滚，别怪我们不客气。听见没？滚蛋！产权纠纷？自己看，土地证、产权证、过户手续一清二楚。你们拿一个假文件就想封我的场子？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全的合同？假的，肯定是假的。假的？是不是假的？你们去相关部门查一查就知道了。不过你们几个恶意阻拦我们施工，破坏我们私人财产，老王报警。好。喂，110吗？我们这里有人闹事。啊？快走！林老板，你这手续也太齐全，太快了。手续齐全才能理直气壮嘛。老王，抓紧干啊！下个月我要看到这里车水马龙。好，一定。走，抓点紧啊，兄弟们。喂，林健，你现在在哪？之前咱们招的张博士，还有生鲜供应商的王老板，他们要见你。行，好嘞，啊，来吧。来了，涛哥。这是王老板和张博士吧？对，林老板，不是我不信你啊，我这批高档水果对冷链要求极高，康城现有的冷链要么价格贵死，要么设施老旧不稳定。周家那边给我开了低价，但是我害怕他们掉链子啊。林总，我们的芯片样品出来了，急需小批量生产测试，也需要稳定高效的物流配送。王总的顾虑啊，我可以理解。张博士的需求也是正当。稍等，我打个电话。喂，陈曦，你问一下你哥，你们陈家旗下那几个高端超市的生鲜冷链需要外包吗？对，我这边马上建一个冷链中心，标准绝对国际化。冷链中心？你又捣鼓出什么了？我去问问。好。周家那边给你多少成？我这边少1成，就用我即将启用的超级冷链中心。这样，敢不敢签一个对赌协议？破损超过1%，我双倍赔偿。全新冷链，第1成，对，对赌，好，林老板大气，我签了。检测到宿主利用味道长资产促成合作，商业嗅觉敏锐，冷链中心产权变更完毕，物流中心首月盈利任务完成度50%。林健，别以为你搞出冷链运输就得意，我告诉你，楚文轩，不用我跟你说了吧？今天是我们冷链中心开业的好日子，别逼我扇你一嘴巴子啊！林健，哎，王老板，怎么样？我林健可没有骗你吧？没有骗我。林老板这设备太好了，恒温精准控湿，这设备比省城的还好。林老板，你真是神了，这次合作稳了。接着看啊！林先生，你这冷链中心一启用，直接填补了康城高端生鲜物流的空白。以后我陈家超市的生鲜物流就交给林先生来运输了。互惠互利啊！哎，周少，在外边看了这么久了，要不进去看看，帮忙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摆地摊弄出来的冷链中心跟你们周家的冷链中心相比如何呀？妈的，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建好这么先进的冷链中心？这得花多少钱呀？周少，王老板和陈家的单子我们彻底丢了。闭嘴！林健，别以为你搞了个什么冷链中心就了不起，省城周家的实力不是你能想象的。这样吧，你这个冷链中心我周家收了。收？拿着钱离开康城，离晨曦远点。收购？周少，你是不是搞错了呀？你看我的样子像缺你那仨瓜俩枣的吗？周先生，林总的冷链中心目前承接了超市70%的高端生鲜配送和多家科技企业的精密元件物流，估值呢正在飞速提升。您这份意向书的报价，怕是连零头都不够。林健，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要在省城，我周家要整垮你这种暴发户。哼，这里不是省城，这里是康城，我的地盘。周少，与其想着如何收购我，还不如去研究研究你们在康城快被我吃完的市场份额吧。慢走不送。好，很好，林健，你给我等着，我他妈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实力。走。成功打脸周文轩收购企图，物流中心首月盈利任务超额完成，奖励康城老牌5星级帝豪酒店产权。新任务：3个月内重振帝豪酒店，使其重回顶级酒店行列。您是新来的老板林先生吧？我是帝豪酒店总经理周涛。恕我直言啊，帝豪曾经顶级，但这几年呢，设施老化，客户流失严重，竞争对手虎视眈眈，想重回顶级啊，难如登天。资金、口碑、顶级资源缺一不可。难不难啊？做了才知道。周经理，把酒店近3年的财务报表、客户名单以及供应商的合同整理好了，送到我办公室，要快。林老板，这些材料太复杂了，而且还涉及商业机密，您看看能不能不取？我是这家酒店的老板，这家酒店的任何机密都不对我保密。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涛克，通知张健，让他从丽景商业街区还有星光里调一些懂酒店管理的熟手过来支援。调人过来啊？林老板，帝豪酒店的问题啊，可不是换人就能解决的。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加上顶级资源的支持，3个月想重回顶级啊，简直是天方夜谭。新任务发布：3天内筹集1亿流动资金，注入帝豪酒店改造。成功奖励市中心高端私人健身会所丽园整体产权，失败惩罚冻结帝豪酒店1个月。1亿流动资金，丽园会所正好用来给帝豪 VIP 配套。周经理还有周文轩，你们等着看天方夜谭成真吧。刘总、陈哥，你们也看到了，帝豪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底子还在，品牌有历史，就是缺少资金去更新和盘活。我现在呢，需要1个亿的流动资金，利率呢就按常规上浮10%，拿我星光里商业街未来半年的租金做抵押，你们看如何？林老弟啊，不是不信你，星光里预期收益是好，但帝豪这个风险太大了，上浮10%的利息，恐怕董事会那边……林先生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1个亿对鼎盛来说不算什么大数额，但是帝豪的陈科，刘总有顾虑也是正常。风险？我林健做事，什么时候让合作伙伴亏过？您看看，丽园健身会所的全套产权，我刚刚拿到，就在市中心的核心区，我打算把它并入到帝豪系统，作为白金专属 VIP 的配套。顶级酒店加顶级健身，这个噱头和增值服务够不够抵消风险？丽园会所，那可是康城富豪圈的心头好啊！什么时候拿下的？捡了个漏罢了。刘总，现在利息可以按行规了吧？如果资金今天到位的话，丽园健身会所的优先改造权，我也可以一起考虑一下。林老弟爽快，资金下午就到账，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啊
1个亿资金，3天，林老板，您太大手笔了吧？哎呀，钱现在到位了，周经理，你的顾虑也解决了。明天改造计划就会全面进行，到时候张静派来的工程师和李管家，你到时候全配合啊，主抓现有客房的维护和服务体系的升级。明天丽园健身会所也会同步翻新，打通会员体系。好的，林总，我一定全力配合。不过，资金虽然到位，但是顶级客源的口碑恢复啊，需要时间。况且，我们的竞争对手会给我们施压，口碑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只需要把内部抓起来，外部的事你不用操心。喂，周少，有什么指示？哎，林老板，听说你手上接了一个帝豪的烂摊子，还砸进去1个亿，哼，真是人傻钱多。省城圈子都传遍了，说你迟早把裤衩都赔光。要不要我介绍几个收破烂的给你，免得你破产没饭吃？周少，你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哎呀，就是眼光差点。至于帝豪能不能赚钱，3个月后自然有分晓。我能不能吃上饭，就不劳周少费心了。哎，我听说周家在康城最近几个高级商务晚宴都取消了，看来省城周少的面子也不好使啊。挂了。切，跳梁小丑。哟，这不是林大老板吗？怎么，帝豪的破酒店还没倒闭，有空来健身了？哦，对，你现在可是这破会所老板。哎呦，这种2流的场子，也就配上你这种土老板了。就是啊，哎，你看看周少带的妞，再看看你身边的，林先生，品味这个东西可不是有钱就能有的。宝贝儿，拍下来发网上，创建话题：康城土老板和他的破会所，让大家乐乐。好的呢，刘少。看来这会所的安保得升级了，要不然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堵门啊！你说谁是阿猫阿狗？检测到恶意诋毁，发布任务：今日内使丽园会所新增白金会员30名，成功奖励老牌高端连锁咖啡品牌蓝岸咖啡区域总代理。失败惩罚，丽园会所客流量减半1周。蓝岸咖啡正好放进帝豪和星光里。哎，周文轩，你这次送的还真及时。陶可，通知下去，从今日起，丽园会所原白金会员年费不变，并额外增加权益，送帝豪酒店总统套房8折和星光里指定商户 VIP 折扣。另，今日起，新办的白金会员送额外的帝豪 SPA 年卡和星光里购物券，仅限今日。我也办，我也办，哎，我也办，快给我办一个，快给我办白金会员，别急啊！先办我的，先办我的，快带卡来丽园，有天大的好事！先办我的，帝王 SPA 白金卡白送，先给我办，我要办这卡，给我来，我有钱，我有钱，先给我办，我这儿也要，我要办2个，给我来一张，我也要办卡，先来的，刘少，给我来一张，帝豪总统套房 VIP，还有那个 SPA 会员，我也想要。闭嘴！妈的，又要他装起来了，林健。你他妈到底有多少钱可以烧？撒钱谁不会呀？看来周少所说的我们这个2流场子还挺受欢迎的啊！要不你们几个也进来办一张卡？我看在都是老熟人的份上，给你们插个队，怎么样？哎，我们今天的会员名额快满了吧？林总，30个名额，不到半小时全满了。哎，后面的朋友抓点紧啊，过时不候。林总，咱们的升级改造力度超预期呀！咱们丽园会所自从升级以后，白金会员的销量暴增，连帝豪的咨询跟高端房间的预订啊都非常火爆。很多老朋友都说呀，自从知道咱们丽园进来之后啊，都非常的高兴，都想来看一看呢。星光里联动效果不错，购物券带动了消费。不过周文轩那边也没闲着，
听说他联合了几家本地高端场所，搞了个什么精英联盟，专门针对我，还散布谣言说咱们帝豪改造偷工减料。这一群跳梁小丑罢了，不用理会口碑，我们要实打实的用服务赢回来。涛哥，蓝岸咖啡的代理合同签好了吗？签好了，首批3家店址已定，一家在帝豪酒店，一家在星光里主入口，还有一家在丽园会所，装修呢同步进行。很好，放出消息，帝豪酒店联合丽园会所，还有蓝岸咖啡推出换新周，下周一起入住帝豪酒店行政楼，所有会员免费享受丽园会所的所有课程，以及蓝岸咖啡推出的特供下午茶，以及星光里指定商户的专属礼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哇，这套组合拳打得太漂亮了，我马上安排去宣传。检测到整合营销策略，帝豪酒店声望提升。任务在换新体验周内实现帝豪入住率达到90%，成功奖励濒临倒闭的本地知名粤菜酒楼荣记整体产权，失败惩罚收回蓝岸咖啡代理权。荣记，老字号，正好弥补帝豪餐饮的短板。周文轩，你准备好接招了吗？哎，你好，您就是林老板吧？我这荣记酒楼啊，效益越来越不好了，年轻人不喜欢来，老顾客也越来越少了，我也很无奈。地方是个好地方，味道更是金字招牌。我接手酒楼的话，我希望您留任后厨，待遇给您翻倍。后厨团队我一个不动，前厅服务我派人来升级。真的吗？林老板您图啥呀？我这个酒楼现在就是个赔钱货呀。图您的手艺，图荣记这个老字号的招牌。我要把荣记变成帝豪酒店的高端餐饮招牌，专供 VIP 和高端宴席。以后啊，这里就叫做帝豪荣记。荣叔，林总在帝豪的换新体验周马上就要启动了，正需要您这样的顶级大厨坐镇呢。好，林老板，只要你相信我这把老骨头，我一定好好把这个酒楼做好。林总，爆了！体验周活动预订爆满，行政楼层3层以上的，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100%，并且普通客房达到了90%以上。另外啊，还有荣记啊，预约都排到了1周以后了。还有咱们丽园都火爆了。林健，你成功了！周文轩的精英联盟今天门可罗雀。怎么样，本小姐的号召力不错吧？李阿姨和王太太可都是活广告，我朋友圈都被刷爆了。功不可没。那，说曹操，曹操的晦气就到了。哼，不过是一时促销热闹罢了。林健靠打折和女人拉客，算什么本事？帝豪想重回顶级，做梦去吧！周少，酒店的本事是让客人感觉到宾至如归，心甘情愿掏钱，靠的是环境、服务、底蕴，还有真正的实力。打折，我的客户从来不在乎这点折扣，他们在乎的是值不值。显然，他们觉得值。至于你，帝豪现在的门槛有点高，你们要是想体验的话，我可以给周少弄一张员工亲友体验卡，怎么样？检测到宿主任务完成，现已发放任务奖励。优杰市家政公司现发布任务：力挽狂澜，令其起死回生；失败惩罚，回收帝豪酒店。这个狗系统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失败惩罚给取消啊？罢了，等下去看看再说吧。林健，优杰市情况不太好，老客户流失严重，高端市场被新成立的静雅垄断，他们挖走了我们最好的阿姨，他们还散布谣言，说我们服务差，手脚不干净。林总，不是的，我们都是老员工，做事肯定是讲规矩的。是静雅，她恶意搞破坏，还威胁客户。静雅，背后是谁？听说是周文轩、周少扶持的，专门针对我们的。检测到恶意商业打压任务：
1周内使优杰士高端订单量翻倍并重塑口碑，成功奖励康城高端私立妇产医院仁安51%的控股权，失败惩罚收回优杰士品牌。妇产医院正好和家政的母婴服务联动，周文轩，你就这点招数？好，我知道了，员工工资这个月先提2成，稳住人心。涛哥，你去调查一下静雅背后阿姨的来源以及市场合同，尤其是违约金这一部分。另外，联系帝豪酒店，还有星光里以及我们旗下所有产业的物业，以后高端保洁管家服务全部优先给优杰士，而且要给优杰士最高的市场价格。林总，这成本也太高了吧？成本我不在乎，我要的是优杰士这个老字号重新点亮金字招牌。钱不是问题，我要让静雅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和人脉。太太，都收拾好了，谢谢王阿姨。哎呀，陈希雅，你给我推荐的优杰士真是没话说，这阿姨比我家10年的都贴心。帝豪这换新体验周值了。那当然了，王太太，优杰士现在可是我们林建林总旗下的，那服务质量当然不一般了。我听说呀，他们还重启了金牌母婴护理和高端家政服务。老手艺啊，还是不能丢的。王太太如果觉得满意的话，以后家里的日常打理啊，以及特殊的护理啊，都可以用优杰士为您打造专属的套餐服务。真的吗？那太好了，我现在就订包年。哎，喂，李太，别用那个新开的静雅了，差远了，赶紧换优杰士。对对对，就是林总刚接手的那个老牌子。优杰士口碑初步逆转，检测到静雅因高薪挖人导致成本失控，员工因不满管理出现服务质量下滑，请宿主把握时机。涛哥，可以开始接触那些被静雅苛刻合同和高额违约金套住的优质阿姨了。优杰士帮他们解决合同纠纷，待遇从优。谢谢林总，谢谢陶经理。静雅那边太欺负人了，活多钱少还扣钱。你们敢挖静雅的人，都是签了竞业协议的，赔钱。今天不赔钱，哼，谁都别想走。竞业协议？协议就是吓唬人的。我们周少说了，在康城没人敢追究。需要我把这个交给劳动仲裁，顺便给记者朋友们听一听吗？你小子还录音？对付不守规矩的人，必须得留一手。带着你的人赶紧滚，要不然周文轩亲自过来领人。涛哥，报警就告他们寻衅滋事。算你狠，我们走。成功瓦解静雅核心团队，并曝光其黑幕。优杰士高端订单量翻倍，任务完成。奖励：仁安妇产医院控股权已变更。新任务：1个月内将仁安医院高端产科入住率提升至80%。林董，仁安硬件不错，但之前管理混乱，口碑受损，高端客户都跑到市妇幼和国际部去了，这80%的入住率有点难。这个硬件可以升级，医院内部整顿，把有问题的医护啊该清退的清退，把待遇呢提上去，服务标准向顶级私立看齐，钱我出。这投资巨大，这万一客户要是再不买账，把优杰士的孕妇护理，以及仁安医院还有帝豪月子中心餐，打造成安心孕产至尊套餐。至于价格，该翻倍的翻倍。另外，服务也要升级。康城的这帮富太太们会自己算清楚这笔账。另外，喂，哎，林健，你这段时间不是在忙仁安医院的事儿吗？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你怎么知道我有事情找你？你不是说你有一个表姐怀孕了吗？啊，行，事情搞定了。晨曦啊，过2天会带人过来，这个人啊分量很重，可以起个宣传作用。好，林总，这回有陈家站台，肯定那些达官显贵呀都跟着风过来。
整合策略生成，检测到周文轩正利用家族关系向市妇幼施压，试图阻挠任安接收转院客户。要一个小丑只会使绊子，那就让陈家的影响力来开路吧。陈董表姐，你看我带你来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很不错，多谢你了，小溪。陈太，你这气色也太好了吧！这房间环境，这月子餐，还有这24小时的护理，简直比我当年在国外生的都好。多亏了林健安排任安的医生和护士都很专业，优洁式的护理更是贴心，宝宝按摩也很好，这安心套餐确实物超所值。林董说了，要让每一位妈妈和宝宝得到最好的照顾。王太太，您预产期也快到了吧？要不要给您预留一间？好，那我就预定这个同款套餐。我现在就让助理去办手续。喂，张太，别犹豫了，就订任安林董的安心套餐，陈太亲测，比师傅又和国际部强多了。好，那就挂了啊。表姐，那我们就先走了。仁安医院高端场和口碑引爆，入住率突破85%，任务超额完成，奖励城郊生态温泉度假村云水谣整体产权。林健，你欺人太甚，抢我冷链生意，挖我家政墙角，搞黄我医院，现在连我周家在康城最后的物流订单你也要抢。刘总，陈瑞，你们就看着这个土鳖乱搞吧。周少，鼎盛只和最有实力的伙伴合作，林总的物流中心和冷链体系是目前康城效率最高、成本最优的选择，商业选择而已。周少，你周家在省城固然势大，但在康城，林先生的能力和声誉，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你与其在这指责，不如回去好好想想，怎么提升自身的竞争力。陈文轩，康城的市场就在这里，有本事凭真本事来拿回去，没本事就赶紧滚蛋，少在这里丢人现眼。你等着，我周家！保安，立刻请周少出去。你我们继续。刘总陈哥，物流新单的细节就在这里。彻底击溃周文轩在康城商业布局，声望达到顶峰，奖励康城顶级私人图书馆莫云轩整体产权。最终任务，举办一场汇聚全省名流的林氏答谢宴，完美收官，无失败惩罚。林先生整合资源、振兴产业的能力，整个康城无人能及啊！佩服佩服！林小友眼光独到，点石成金啊！这云水谣啊，以后必定会成为康城的新地标啊！西西呀，林总这样的青年才俊，你可要把握住哦。王太太，感谢各位的支持，林氏集团能够有今天，离不开诸位的抬爱。未来希望和大家一起把康城建设得更好。大家今天尽兴啊，尽兴！好，尽兴！好。林氏答谢宴完美举办，最终任务完成，宿主已达成都市神豪成就。系统终极奖励：神秘大礼包，内含未知惊喜，将在宿主最需要时解锁。系统进入静默维护期。静默维护，也好，该享受享受生活了。来，阿健，真没想到，这才多久，你就从这小摊变成了康城的这个。是啊，林健，我感觉像做梦一样。你累不累？哎呀，累什么累呀？他现在可是有钱人，钱多到花不完。下个月我们酒吧主题派对，你得来捧场啊。累，但是还好，我还是觉得这烧烤摊的啤酒对味儿。在这儿什么大老板不大老板的，我就是个摆摊的。来，敬我们的地摊，敬我们的烟火人间。来，干杯！干杯！干杯！